成毅15年，从内娱丑男到40亿播放量，这条路没人能复制。2019年，有个演员做了一个决定，拒绝一档综艺的邀请。那时候他已经出道8年了，演了30多部戏，没有一个角色让观众记住他的名字。经纪公司可能急了，综艺能涨粉啊，能上热搜啊。但他说不去就不去，理由特简单，他说他是演员，不是艺人。当时没人在意这句话，一个18线小透明说我是演员，哥那个时候听起来多少有点，怎么说呢，有点不自量力。但你看，3年后他是莲花楼里豆瓣8.5分的李莲花，5年后他是单年度3部主演剧全破10亿，累计播放超40亿的成毅。各位，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讲一个逆袭爽文的，爽文看看就行了，现实比爽文复杂的多。成毅这15年的路，表面上看是一个励志故事，往里扒一扒，其实藏着内娱最残酷的几条潜规则，以及一个人用最笨的办法把这些规则全部打破的过程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层一层来剥，你看到的，媒体没告诉你的真正的问题，以及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好，先说第一层，你看到的。成毅，本名傅诗琪，1990年生人，湖南怀化辰溪人，中央戏剧学院2008级毕业。2011年出道，第一部戏是《唐宫美人天下》，演了个叫冯小宝的角色。你们去搜这部戏，试试能不能找到他的脸。我找了半天，真的是那种你不暂停、不放大，完全不会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的程度。然后从2011年到2020年，将近9年，30多部戏，侍卫、随从、男配、小角色、微电影、网大，什么都演过。2012年《王的女人》里演柴头，对，名字就叫柴头。2014年演董小姐里一个男友角色，台词估计10几句。说实话，读到这段资料的时候，我是愣了一下的。因为现在回头看，你很难把那些画面里青涩的，甚至有点土的年轻人，和现在穿着明制龙袍、眉宇间自带帝王气的成毅联系在一起。但这就是9年。9年，没有代表作，没有代言，没有热搜。9年，他不是在等机会，他是在拿命练基本功。有一个细节，我觉得特别值得说。2016年，他演《青云志》里的林惊羽，终于算是有了一个稍微被人注意到的角色。同年上了湖南卫视的1年级毕业季，当科班生队长。按照正常的内娱操作，这时候应该趁热打铁，疯狂接综艺，上通告，搞话题。他没有，他又沉下去了。从2017年到2019年，几乎又消失了。拍了几部没什么水花的剧，发了2首单曲，然后就是安静的魔系。你知道这在内娱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所谓的窗口期。在这个行业里，你红了那一下，如果不赶紧抓住、放大、变现，过了那个窗口，可能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。但成毅好像从来没有这个焦虑，或者说他的焦虑不在红不红上面，而在演得好不好上面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，在说下一层之前，得先交代一个背景。他的经纪公司叫欢瑞世纪，这个名字你们如果关注内娱的话，应该不陌生。欢瑞有过辉煌期，也有过很多争议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欢瑞对旗下艺人的资源分配向来不算慷慨。成毅在欢瑞待了8年，从2018年到2026年1月，这8年里，公司给他的戏基本都是古装，题材重复度不低，宣传投入也常常被粉丝吐槽约等于没有。好，知道了这个背景，我们进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东西。2020年，琉璃播了，雨丝凤一夜之间全网皆知。一个跑了9年龙套的人，突然被几亿人看见，这种感觉不对，等一下，我不该用感觉这个词，因为我不是他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感觉。但从客观结果来看，爆红之后发生的事情比爆红本身要复杂得多。首先是好的部分，流量来了，热度来了，古装男神的标签贴上了。
2022年沉香如屑一人三角，虽然剧本有争议，但他个人的演技得到了肯定。同年底线，他第一次演现代剧《法官周易安》，央视播出，口碑不错。然后是不好的部分，这部分媒体通常不会跟你说得太清楚。程毅从2020年爆红开始，就遭遇了系统性的、持续的、大规模的网络黑。我用了系统性这3个字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普通的有人不喜欢他，那很正常，谁都有不喜欢自己的人。程毅遇到的情况是，职业黑粉买号控评、P 图造谣，把他6、7年前最土的照片翻出来全网传播，给他贴内娱丑男的标签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越不回应，黑得越凶。因为在某些人的逻辑里，不回应就是默认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换一个人遇到全网黑，会怎么做？大概率是发声明、搞公关、打官司、买热搜反击。这些操作不是不对，但都需要花精力、花资源、花注意力。程毅的选择是什么？继续拍戏。就继续拍戏。这个选择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的底层逻辑其实非常怎么说呢？非常反人性。因为当全世界都在对你喊你不行的时候，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停下来辩解，而不是低头干活。好，到这里，表面的故事和媒体不太说的部分基本讲清楚了。但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第3层，真正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是这个行业对流量的定义从头就搞错了。传统的流量路径是这样的，选秀或者偶像剧出道，一夜爆红，疯狂接综艺维持曝光，靠热度接代言变现，热度下降，开始焦虑，要么转型，要么消失。这个路径的核心逻辑是先有流量，再补实力。但问题是，大部分人到了补实力那一步的时候，发现补不回来了，因为他们的流量是空中楼阁，没有作品做地基。程毅的路径完全反过来，他是先有了9年的基本功沉淀，然后才爆红。爆红之后，他没有走综艺路线，没有搞恋爱热搜，没有卖人设。他做了一件在内娱看起来最蠢，但其实最聪明的事，继续拍戏，而且越拍越多，越拍越拼。你看他的作品表就知道。2023年，莲花楼，豆瓣8.5分，超过93万人打分，全网播放量破100亿，弹幕1.7亿条，创爱奇艺历史记录。这部剧到今天还在上星重播，已经超过55轮了。然后2024年，深潜，几乎零宣传，但靠口碑自然发酵，屡登剧集榜。这是一部2019年就拍完，积压了5年的剧。5年前拍的东西，放到2024年播出还能打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当年的表演经得起时间检验。再到2025年，这一年是真的炸了。3部主演剧，富山海、天地剑心、长安24季全部播出，全部破10亿有效播放，累计超过40亿。长安24季还拿了优酷招商年冠，一年3部破10亿，这个记录目前内娱没有第2个人做到过。但你注意，数据好归好，这3部剧有没有争议？有。富山海播出的时候，有人说台词含糊，有人说造型太柔美。天地剑心的节奏也被一部分观众觉得不够紧凑。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没道理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需要分清楚，什么是演员的问题，什么是项目本身的问题。富山海的台词问题，程毅自己在直播里解释过，那个角色刚穿越过来，不敢大声说话，因为怕露馅。这是人物逻辑决定的表演方式。你可以不喜欢这个处理方式，但你不能说这是演技的问题，这是创作选择。天地剑心的节奏问题，说白了更多是剧本和剪辑层面的事。程毅在里面饰演的王权富贵，那个清冷决绝的气质和之前所有角色都不一样，说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。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内娱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，越是用心做事的演员，越容易被放大缺点。因为他们不搞话题，
不买热搜，不营业恋爱，所以舆论场上替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少。而那些天天上热搜但作品一般的人，反而因为存在感强而被默认为还行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。诚意的真正可怕之处，不在于某一部剧多好，或者某一年数据多漂亮，而在于它的复利效应。什么叫复利效应？就是每一部戏都在他的能力账户里存了一笔钱，而这些钱在未来会产生利息。9年龙套存下了扎实的基本功，琉璃存下了市场认知度，莲花楼存下了口碑天花板，底线存下了类型突破的可能性。2025年3部剧存下了商业价值的硬数据，而那些被质疑的部分呢？台词处理、戏路重复，这些声音其实恰恰说明观众对他的期待已经非常高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大家对你没期待，谁会费力气去批评你？只有真正被关注的人才会收到真正的批评。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2026年1月，诚意与欢瑞世纪合约到期，正式不续约。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欢瑞股价直接跌了 12%。为什么？因为诚意主演的作品给欢瑞贡献了超过一半的营收。一个演员走了，公司股价腰斩，这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事，诚意的市场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家经纪公司能给他的天花板。然后你看他解约之后做了什么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叫诚意工作室。几天前4月15日，他官宣成为战家品牌首位全球代言人，1分钟销售额破1000万。这是他独立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，直接证明了市场对他的信心。而且他手里还握着2部待播剧，《英雄志》和《两京15日》。《英雄志》改编自孙晓的同名武侠巨著，书迷圈地位极高，被称为后金庸时代最有文学深度的武侠小说。诚意演寒门如霞卢云，搭档李一桐。这部剧杀青快2年了，但一直没定档。不过越是这种沉淀了的作品，越有可能厚积薄发。两京15日更猛，马伯庸原著，张黎导演，诚意演太子朱瞻基，从放荡不羁到肩负江山的成长弧光。这部剧2026年2月刚杀青，拍摄过程中出了那件让所有人揪心的事，薇娅失控，后脑勺触地。我专门查了这个事。2025年11月27日，拍屋顶逃亡戏，薇娅牵引失控，胸部撞击障碍物，然后坠落，后脑着地。现场没有缓冲垫，视频里她蜷缩在地上翻滚，明显很痛。然后呢？然后她起来了，继续拍。这部分我看到的时候，说实话是有点，不是感动，是复杂。一方面，这种敬业精神在这个行业里确实难得。另一方面，你也不得不想，这个行业的安全保障是不是有问题？为什么一个顶级演员拍戏还会出现现场没有缓冲垫的情况？不过这不是今天的主题，我就不展开了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就是事故之后剧组的整改措施具体是什么？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诚意这个人，他对拍戏的态度已经不能用敬业2个字来概括了。90%高难度动作亲自完成，吊威亚1天10个小时，拍两京15日之前提前3个月研读明朝那些事儿，揣摩角色服玉带的手势，撩跑脚的动作，连动作指导都说他的专业程度堪比武行出身。王劲松评价他对角色的理解远超同龄演员，刘奕君说他台词基本功非常扎实，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把他的表演片段作为教学案例。这些评价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对诚意的认可是从同行和业内来的，不是从热搜来的，不是从话题来的，不是从恋爱绯闻来的。这就是他和绝大多数所谓流量明星最本质的区别。他的流量是作品带来的，作品没了，流量可能会减少，但只要作品在，流量就一直在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
去年也有人问过我，程毅这种只拍戏不营业的路线，到底能走多远？当时我的回答是不确定。但2025年的成绩单出来之后，我觉得答案已经很明确了。一年3部破10亿，累计40亿，上新 N 轮，拿了9项行业荣誉，解约后代言1分钟破1000万，这不是能走多远的问题了，这是已经走到了绝大多数人根本到不了的地方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他今年才35岁。待播库里还有《英雄志》和《两京15日》2部重磅作品，一旦播出，他的弹药库还会继续补充。我可能说错了，但根据目前的情况，我倾向于这个方向，程毅的上升曲线还远没有到顶。不过，我也想说一句公道话，这条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走的，因为它的前提是你得扛得住9年的无人问津，扛得住全网黑，扛得住公司给的资源不够，扛得住薇娅从天上掉下来后脑着地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心理素质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运气。是的，运气也很重要。琉璃的剧本如果不好，程毅可能还要再等。莲花楼如果换了一个导演，可能拍不出那个质感。但运气只能解释一次爆红，持续的、反复的、跨题材、跨平台的成功，那就只能用实力来解释了。你看这些角色，每一个的眼神、呼吸节奏，甚至肩膀的松紧程度都不一样。粉丝说他是巨抛脸，这个词其实不够准确，他更像是巨抛灵魂。每拿到一个角色，他就把自己拆碎了，重新组装一次。这在表演行业里叫什么？叫方法派。而能做到这个程度的方法派演员，在内娱新生代里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只手绰绰有余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2019年那个拒绝综艺邀请的18线小演员，他说我是演员，不是艺人。7年过去了，他证明了这句话不是矫情，是人生战略。各位，我的判断是这样的，程毅在2026到2027年大概率会迎来他真正的加冕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两京15日的班底，张黎导演加马伯庸原著，这是冲奖的配置。如果这部剧能做到口碑和数据双赢，那程毅就不再只是扛剧天花板了，他会成为这一代男演员里演技和市场兼得的标杆。但这只是我个人的预测，我也有可能看走眼。所以我想问问你们，你觉得程毅的天花板到了吗？还是说他最好的作品可能还没有出现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继续聊内娱那些真正值得聊的事。